当我们或者我们所爱的人生病的时候，第一个念头会是向谁求助呢？这个问题呀，其实特别重要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几段记载来看一看，真正的医治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你看，一位是手握大权的王，一位呢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女人，两个人的身份可以说是天差地别，但是在疾病面前，他们单单依靠人的结果却惊人的相似，都走向了绝望。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亚撒王和内内妇人的经历，看看当一个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身上的时候，会是怎样一种境况。我们先来说说犹大王亚撒的故事。在他执政晚期脚上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。你看历代志下16章12到13节，这里关键的描述是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，只求医生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只字上，不是说看医生是错的，问题在于他心里只有医生，完全把那位赐予生命、掌管生命的主宰给忘了。他完全倚靠人的方法，结果呢，2年后这位君王就去世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女人的遭遇，真的是让人心疼。你想想，12年呢，一个孩子都能长大了。可这位可怜的女人在这漫长的事业里，不光身体受尽折磨，更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可换来的是什么呢？是更深的绝望。马可福音5章25到26节里说，花尽了她所有的，结果却是病势反倒更重了。这个画面想想都让人心碎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是2000多年前的记载了，但其实这也反映了今天很多人在面对重病时候的真实困境。就拿一些癌症患者来说吧，经历了放疗、化疗，积蓄花光了，身体的免疫系统也被严重破坏了，但病情呢，可能并没有好转，甚至更加严重了。不过，就在那个女人陷入彻底绝望的时候，一个转机出现了，她的故事并没有在痛苦当中结束。这个转折点源于听见。当关于耶稣医治大能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，信心就像一颗种子，在他那颗绝望的心里发了芽。他不再去想哪个医生医术更高明了，而是产生了一个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念。你看马可福音5章27到28节里，他心里想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就是这个信心让他鼓起勇气，冲破人群，采取了行动。就在他摸触的那一瞬间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立刻，不是慢慢好转，而是瞬间痊愈。他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折磨了他12年的痛苦，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拥挤的人群当中，耶稣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问了这个问题。门徒们都觉得很困惑，人山人海的，身体碰到不是很正常吗？但是耶稣感受到的并不是普通的拥挤，而是一种带着信心和渴望的触摸。这种触摸能够支取他身上医治的能力。这位妇人呢，怀着敬畏的心走出来承认了，而耶稣的回应充满了温柔和肯定。他没有责备他，反而称他为女儿，并且明确地告诉他，是你的信救了你。在马可福音5章33到34节里，耶稣还说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你看，不光身体好了，心里也得到了真正的平安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对比再清楚不过了。还是同一个人，面对同样的疾病，当他寻求人，结果是绝望；当他转向耶稣，结果是新生。这个故事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生命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向谁求告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，犹大王西西家。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就算面对死亡的宣判，应该向谁呼求。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危急了，先知以赛亚直接带来了耶和华的话，这简直就是一份死亡通知书。列王记下20章1节说，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这句话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。西西家听到这个消息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他没有去找御医，也没有马上安排后事，而是立刻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。他向耶和华倾心吐意，把自己过去的行为都陈明出来，并且痛哭。
这是一个极其真诚和迫切的祷告，记载在列王记下20章2到3节。回应来得非常迅速，先知以赛亚还没走出王宫的院子，耶和华新的话语就临到了。你听，耶和华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。然后呢，不光是应许医治他，还额外增加了他15年的寿命，并且承诺要拯救整个国家脱离敌人的手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平衡点，神圣的医治发生以后，先知使用了无花果饼，这就告诉我们，信靠神并不意味着要排斥一切物质的医疗的手段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明白，真正的医治能力是源自神，而这些方法只是神所使用的工具而已。通过这几个故事，我们就能整理出来一个核心的原则，那就是关于生命和健康的真正源头。生命从哪里来？是从神而来。既然生命是神所赐予的，那么修复生命、医治疾病的能力，自然也掌管在他的手中。无论是让死人复活，还是赦免人的罪，这些权柄都唯独属于他。当门徒们没有办法医治一个患癫痫病的孩子时，耶稣说了这句非常直接又有力的话。在马太福音17章17节，他说：“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这句话不仅是对当时那个孩子的父亲说的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被疾病困扰的人说的。他发出的邀请是：到我这里来。纵观福音书的记载，我们看到无数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而他只用一句话就医治了他们所有的人。这就清清楚楚地给我们指明了寻求医治的方向。既然耶稣吩咐我们到他那里去，我们又何必去别处寻找呢？好，那了解了这些原则之后，我们今天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这里有一些清晰又实用的指引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这节经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视角：神的工作并不局限于超自然的神迹，他同样可以在教会中通过设立有医病恩赐的专业人士来实行医治。这些基督徒医生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助手，所以寻求他们的帮助跟信靠神并不矛盾，这反而是神所喜悦的智慧之道。所以，一个清晰的求医步骤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。第一步也是根基，是首先祷告，将自己交托给耶和华和耶稣基督。第二步，我们可以带着祷告的心去寻求有医病恩赐的基督徒医生。而第三步呢，则展现了信仰中的实践智慧。当面临急性中毒、心脏病突发这类万分危急的情况时，立刻就进救送医抢救，这是对神所赐予的生命最负责任的态度。这三步完美地结合了信靠与智慧。所以，最后让我们回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。通过今天的解析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选择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。那么，当疾病临到你时，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你会先寻求谁的帮助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